喺全球2000強嘅公司裏面，美國就佔咗611間，歐洲就係得370幾間嘅啫。呢啲公司嘅市值比起歐洲咧高出1.8倍，但係美國嘅總人口咧比歐洲少足30%。單7間嘅美國公司 Magnificent Seven 咧，佢嘅市值就差唔多等於 Euronext 加埋倫敦交易所加埋德意志交易所所有上市公司嘅市值嘅總和。而美國嘅人均 GDP 啊，係英國嘅1.65倍，亦都係歐盟嘅2倍幾有多。順理成章咧，美國嘅人均人工咧亦都比歐洲人高。當一個歐洲人出糧嘅時候，每個月可以買到2.4個 iPhone 嘅時候，美國人嘅人工已經買到差唔多6部嘅 iPhone 啦。歐洲係1760年代咧開始呢個工業革命，而美國咧係1776年咧先至見過嘅啫，仲足遲歐洲成100年先開始個工業革命。而美國人均嘅 GDP 咧用咗短10年咧就拋離咗成個歐洲嘅2倍。點解美國呢個咁後生嘅國家咧會爬歐洲頭呢？而作為投資者，我哋應該點樣睇呢個未來嘅投資生態呢？美國一直以嚟咧都好重視呢個科技研發，由早期嘅2戰時代嘅雷達、核能等等嘅重要技術嘅突破，為美國咧贏得呢個2次世界大戰嘅勝利。去到冷戰時期，仲登陸埋月球，同埋呢個個人電腦嘅發展，亦都令到美國喺世界上面長期佔盡呢個領先地位。科技就好似美國嘅心臟一樣咁重要。2021年咧，拜登更加提出美國創新同埋競爭法案。The 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is the moment when the Senate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another century of American leadership. 美國抌錢落去科研咧，從來都係比歐洲大方好多。當然啦，你越投放多啲資金喺 R&D， 國家嘅發展速度咧就越快啦。好似以色列咁，佢嘅 R&D 嘅使費咧係 GDP 嘅5.56%，係全球之冠啊！所以佢哋嘅經濟亦都喺短30年裏面咧起飛。但係睇翻歐洲啊，佢哋喺科技研發上面嘅投資額咧，就係得美國嘅1/5，係中國嘅1半。而美國對人工智能嘅投資更加係講緊歐洲嘅50倍。咁多嘅資金投入，亦都造就咗世界上面最大型嘅科技公司裏面10間有9間都係美國公司。當然，令美國發展最重要嘅一點，又點可以唔提佢嘅儲備貨幣地位同埋資本市場呢？第2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作為呢個戰勝國，有強大嘅政治同埋經濟影響力。1944年喺呢個布列敦森林會議裏面，亦都鞏固咗美元作為全球儲備貨幣嘅地位。當時美元係同黃金掛鈎，其他貨幣咧就同美元掛鈎啦，成功令到美元咧成為全球貿易同埋金融交易嘅主要貨幣。假設呢間韓國公司威爾斯人集團咧，為咗揾一個安全而且收益穩定嘅投資機會，見到美元作為呢個世界儲備貨幣，咁多個國家嘅央行同埋投資者都持有大量美元資產，俾我都覺得穩陣啦。所以 Ring 咧亦都想買入美國嘅國債或者係咧美國上市嘅股票呢啲等等嘅資產。於是咧 Ring 就要將呢啲韓圜兌換成美元，然後再用呢啲美元去買美國嘅股票同埋債券啦。成個動作增加咗對美元資產嘅需求，亦都令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嘅 FDI， 即係外國直接投資嘅目的地啦。大量嘅 FDI 流入同埋呢個國債投資者，令到美國可以長期保持個低利率，同埋降低咗成個政府同埋企業借錢嘅成本啦。咁如果講到資本市場咧，亦都要提一提呢個 VC Venture Capital。VC 係一種專向一啲有高成長潛力嘅 startup 咧提供資金嘅投資者。因為投資 startup 係一個高風險嘅項目，所以 VC 咧又被稱為呢個風險投資者啦。VC 喺成個科技發展裏面咧扮演一個非常之重要嘅角色，因為佢為早期嘅 startup 科技公司提供資金啦，亦都幫佢哋咧指導呢個公司嘅管理同埋戰略，提高佢哋嘅初創成功率。喺2022年咧，美國嘅 VC deal value 咧係講緊241個 billion， 講緊係歐洲嘅1.16倍。而呢啲 VC 咧成功孕育咗好多大型嘅美國嘅科技公司。過去10年咧，超過60%喺美國上市嘅科技公司 IPO 咧都係由 VC 嘅資金支持。所以美國嘅科研力量除咗成功主導全世界嘅科技發展之外，同時亦都主導咗資本市場。所以作為投資者，一定唔會錯過呢個美股，尤其是係呢啲科技公司嘅投資機會啦。睇過我平台嘅人咧都知我主力投資喺美股。今集我就揾咗我最中意嘅美股資訊平台 Seeking Alpha 咧去贊助呢段影片。平時好少推介呢個資訊平台嘅。
不過咧，一直都有好多人問我，而我覺得 Zipkit Alpha 咧真係好好用，因為佢最好嘅地方咧就係可以縮短晒我成個做功課嘅時間。成個平台每個月都有超過1萬個嘅分析，由股票 ETF、mutual fund 去到商品、加密貨幣咧等等都有唔同嘅資訊。譬如人人都話啊，我要買呢個大熱嘅 AI 股啊 ，Nvidia。假設我完全唔識 Nvidia 嘅，咁成個平台咧可以幫你做第一輪嘅 screening。好似喺呢度你入呢個股票代號，咁你就可以預先咧睇晒成個股票嘅基本條件係點啦。喺你開始做深入嘅估值模型之前咧，你可以先睇下呢個 factor grade。譬如呢度啦，估值依家係 F， 即係話非常之貴啦股票，但係股票嘅增長同埋獲利能力等等咧，全部都係 A grade 喎。呢度仲可以比較下佢喺行業裡面嘅排名，一眼就大約知道佢喺呢個半導體行業裡面嘅量化評級係點啦。如果你想繼續深入做研究咧，仲可以睇下佢同業對手咧之間嘅分析係點樣。呢度仲有提供佢10年嘅財務數據分析同埋大量嘅專題研究，所以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好用。一個咧就係 Ringier 嘅獨家連結，所有觀眾如果用呢個連結登錄咧，就可以享有呢個 Zipkit Alpha Premium 嘅7日免費試用。如果用完中意嘅話咧，仲有呢個限時嘅75折優惠去訂閱。詳情咧可以睇下下面條 link 啦。除咗科研之外，美國同埋歐洲嘅經濟文化都非常之唔同。簡單嚟講就係美國係企業優先，歐洲係工人優先。譬如 Microsoft 咁啦，佢喺2023年咧，佢炒咗1萬個員工，遣散費咧大約係8億，即係話咧每人係8萬嘅美金。成個重組嘅成本咧就等於大概人工嘅中位數嘅5.9個月嘅啫。而 Google 咧就大約係7.5個月嘅遣散費 ，Meta 嘅遣散費就仲低，得4個月嘅啫。而 Twitter 係講緊3個月嘅遣散費。Microsoft 精簡完人手，慳埋啲錢，幾個月內咧立即就向呢個 OpenAI 投資大量嘅資金啦。咁 Google 咧亦都炒咗萬幾名員工，亦都係喺幾個月內又轉態，慳翻啲錢咧放喺 AI 人工智能上面。所以喺呢個企業優先嘅文化之下，美國公司呢個咁大嘅船咧，就算要好快咁樣轉舵轉向咧，都係可以做到。相反，歐洲嘅大船咧所花嘅時間就要長好多啦。譬如歐洲科技公司 Nokia、SAP 同埋 Ericsson 咧，佢哋亦都宣佈咗一系列嘅重組計劃。以 Nokia 為例啦，公司上年嘅銷售額咧係急劇下跌，但係根據歐洲當地嘅勞工法例 ，Nokia 就算今日申請要去裁員啦，都要等足2年，去到2026年咧先可以真係開始裁員削資。係㗎，好惜美國嘅工人嘅保障咧冇歐洲咁多，但係咧美國公司咧就可以好快轉舵轉向，其實係非常之有利企業。歐洲國家咧佢嘅工作時間往往都比美國短嘅。法國嘅最高工時咧係35個鐘，而美國咧嘅聯邦政府係冇法定最高工時嘅。當然啦，歐洲工人咧有更加好嘅工作同埋作息嘅時間，但係如果要令到一間歐洲公司全天候運作咧，就會變得好難啦。美國喺人才爭奪上面咧，亦都係世界 No.1。世界上面最 top 嘅10間大學有7間都係喺美國。其餘3間喺英國。世界上面嘅年輕人咧，往往會流向最好嘅學校啦。而呢啲學校咧，大多數都因為喺美國，自然咧亦都將全世界嘅頂尖人才咧送到去美國度。當然啦，讀完書有部分咧都會選擇留喺美國繼續做嘢，甚至係創業。美國對搶 IT 人才咧都非常之積極，10至20% 嘅學生咧可以留喺美國做嘢，而每5個 STEM 嘅高學歷畢業生咧就有1個會留喺美國工作。美國極力想留低呢啲 STEM嘅人才啦，佢哋呢啲學生得到嘅畢業簽證咧嘅時間係比唔係 STEM 學科嘅學生高出成3倍。相反，英國喺搶 IT 人才上面咧就手軟好多啦。畢業之後咧，淨係得3.5% 嘅人咧可以得到呢個工作簽證。順理成章 ，STEM 亦都令美國嘅科技產業咧可以蓬勃發展，成個產業咁成熟，亦都同時吸引更多嘅人才同埋資源啦，形成一個正向循環。而過去10幾年以嚟啊，喺美國嘅移民裏面有成45% 都係擁有高學歷嘅。相反，同一個數字喺 EU 移民裏面咧得29%。唔講你可能唔知，有成65% 嘅美國頂級嘅 AI 公司嘅創辦人咧，原來都係移民嚟嘅。而最大型嘅10億以上嘅美元資產嘅初創公司裏面，亦都有55% 咧係原來係由佢嘅移民去創辦嘅。真係好正啊！如果佢哋可以吸引多一個咧，好似 Elon Musk 咁高質嘅人才，又去美國整埋 Starlink、整埋 Tesla， 真係不得了。其實歐盟都知佢哋要咧盡早吸納人才噶啦。早喺
2016年咧，佢都開始話提議去修訂呢個 Blue Card Visa， 即係咧吸引一啲高質人才。但係歐盟裡面大家都知啦，有唔同嘅國家，佢哋有唔同嘅考量，一直咧都冇一個共識。結果咧要拖到去2021年，足足遲咗6年咧，先可以推行成個 Visa 法案。所以呢個單一嘅國家咧，比一個咁多個國家組成嘅歐盟咧，其實做起事嚟咧係方便好多嘅。全美國淨係得3個證券交易所同埋1個 clearing house 去完成成個資本市場嘅交易。相比之下咧，歐洲咧結構就複雜好多啦。基本上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嘅交易所，亦都令到呢個資金流動性咧分散晒。佢哋有唔同自己嘅法律啊、稅收啊、行政規定，所以就算一條法規啊要喺歐盟去實施嘅時候咧，都會比美國嘅單一國咧複雜好多。咁作為投資者，我哋應該點樣睇呢個未來嘅投資生態呢？當然我哋唔可以無視呢個美國市場啦。Dow Jones 嘅 Tech Sector 嘅 Index 咧，10年嘅平均回報咧高達成20%。我暫時咧冇睇到世界有邊一個市場嘅 sector 咧可以超越佢哋。相反，歐洲咧最大嘅產業就係工業，譬如車啊、航空啊、國防等等啦。但係佢哋嘅10年平均大盤指數咧就係得6% 回報。咁當然啦，成個美國嘅科技產業好廣泛，唔係淨係得人人講嘅 AI 嘅。大家入門嘅時候咧，應該先了解有唔同嘅產業。喺 AI 方面，之前都有提過啦，呢啲咧都係頂級嘅龍頭公司，仲有網絡安全啦、cyber security 啦，同埋 cloud 雲端運算啦，仲有半導體產業，仲有生物技術行業啦。美國咧就擁有好多頂尖嘅生物醫學研究機構同埋製藥公司，無論喺癌症啊、DNA sequencing 啊，都有好多唔同嘅突破性嘅發展嘅。而新能源產業好似電動車、太陽能啊、風能等等咧都要留意。咁雖然話咧美股一般嚟講咧係一個最好嘅投資工具，但係咧佢嘅估值係長期過高，造成成個股市嘅波動性好高。加上咧美國嘅美債不斷咁樣創新高啦，政府嘅財赤擴大，咁樣會降低投資者對美國政府償債能力嘅信心，長期咧會增加成個美國政府嘅利息支出，或者令到美國咧要維持一個較高嘅利率去借錢啦。如果借貸成本真係高咗嘅話，亦都會抑制呢個經濟增長。所以作為投資者，我哋一定要多元化自己嘅投資組合。除咗美股之外，亦都可以投資咧強勁基本面嘅亞洲市場，或者係歐洲市場上面，亦都有估值低但係有實力嘅公司咧，其實都可以考慮。呢個動作係幫你分散過度集中喺美國市場嘅風險，而判斷一隻股票到底值唔值得買嘅時候，一定要做呢個 Apple to Apple 嘅比較啦。CQ Alpha 咧有一個我好中意嘅 function， 就係 Peers 呢度。譬如你睇到歐洲一啲大型公司，亦都有喺美國上市嘅喎，譬如 Shell， 你可以將佢同佢嘅競爭對手比較。喺度你就會比較到 debt、operating income、gross profit 等等呢啲咁重要嘅財務數字。喺個平台上面仲可以好清晰咁有一張圖咧，就一次過比較晒咁多間公司嘅資料。當然啦，最重要嘅盈利能力同埋增長能力咧，你都可以喺度全部睇到晒，所以真係慳咗我好多時間。大家都應該知道啦，美國咧好快就會進入呢個減息週期。As officials still see 3 rate cuts this year， 所以大家要留意呢個貨幣嘅轉向風險啦。如果美元相對歐元貶值嘅話，即係代表你喺歐洲市場投資嘅回報再轉換翻去美元嘅時候咧，就會增加。如果你係美股投資者，你亦都可以用一啲外匯嘅對沖工具啦，去保護翻自己免受呢個匯率波動嘅影響。雖然我頭先花咗好多時間講呢個美國嘅科技市場，但係其實咧歐洲咧亦都好多傳統行業，譬如製造業啊，都唔錯嘅。譬如喺航空領域裏面，歐洲咧有全球最大嘅飛機製造商之一 Airbus。仲有我以前提過嘅時尚奢侈品牌啦，譬如 LVMH 啊、Hermes 等等啦。喺生物科技同埋製藥上面，佢都有好多大型嘅好嘅公司嘅，譬如 Novo Nordisk。半導體上面就有 ASML 啦，仲有其他嘅汽車產業。如果撇除唔講呢個經濟同埋投資咧，其實我自己唔認為咧，呢個人類咧嘅未來淨係得 AI。我自己真係咁諗嘅喎。如果 AI 真係成功可以滿足咗咧地球人嘅住屋同埋一啲溫飽嘅基本需求之後咧，其實人類咧可能未來會回復翻去追尋一啲 spiritual 少少嘅需要，即係譬如哲學啊、心理學啊、藝術、音樂等等，佢哋可能會有一個新嘅需求。咁我唔知你哋覺唔覺嘅？如果咧依家我見到一幅畫或者有段音樂咧，佢哋話俾我聽係由 AI 做嘅話咧，我唔知點解我好似突然間冇咗嗰種 connection 嘅，即係我覺得哦係咯 OK 啦 AI 啊又係 AI 咁樣咯，即係我會覺得如果 AI 真係通行咗之後一段時間之後咧，其實啲人可能係會想翻去
去即係以前嗰種比較 organic 有文化氣息嘅人類創造嘅嘢出嚟。如果你講翻啦，喺保留人類文化、歷史啊、哲學等等，其實歐洲咧的確係比較有優勢。咁你自己又覺得人類未來喺 spiritual 上面嘅需求會唔會因為 AI 而消失呢？提一提大家 Seeking Alpha 嘅75折優惠咧，就係去到4月3號嘅啫，記得用埋我呢個獨家連結咧，拎呢個免費試用啦。好，今日我分享就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嘅話咧，記得 click 翻 like、留言同埋訂閱。拜拜。